阿舍，你这么心浮气躁的，根本于事无补，还不如坐下来静静心，养养神。师父，我正在为我于师父担心呢。这点我知道，可是凡事在冥冥中皆有定数，并不会因为你的担心而有所改变。如果想通了这一点，你自然就可以以平常的心来面对所有的事了。师父教诲的对。阿舍，师父，阿舍，这么晚了，你还在这儿干什么？我刚才正在为师父担心呢，结果却接到一封标书，等我追出来的时候，却已经不见人了。哼，标书呢？啊，在我石头师父那里，我都还来不及看呢。哼，阿舍，你刚才说正在替我担心，我真不知道你在替我担心什么。我担心今日和师父的一席谈话，师父会去找师丈对质，恐怕就会有危险了。这不正好中了你们二人的诡计吗？师父，你千万不要误会，我怎么会希望看到师父遭到不测呢？哼，就算是只是让我们夫妻失和，就是这一点，也是不值得原谅的。师父，您真的去找过师丈了？哼，阿舍，倘若不是跟你师丈开诚布公的一席谈话，我也不会中了你们的诡计。师父，原本我跟你师丈过着无忧无虑、幸福美满的生活，自从你们师徒二人来了之后，不断的挑拨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，造成我们相互猜疑。我真的不知道你们是居心何在啊！师父，你千万不要误会，师父生活美满，阿舍高兴还来不及，怎么会有破坏之心呢？哼，恐怕你是言不由衷吧。师父，阿舍若有此念头，便遭五雷轰顶。阿舍，你不必发此毒誓。其实师父并不是不信任你，只不过石头和尚的做法实在让人难以忍受。我石头师父他绝对没有恶意，不管他是出于善心还是恶意，这件事对我们夫妻所造成的伤害已经变为事实。我不希望多年来经营的家庭毁于一旦。师父，就算我们师徒两个不来，等到真相大白之后，还是……住口！我看你对你师丈本身就存有成见，你们的推断也未免太过武断。你师丈一生行善，乐于助人，乡里之间谁不称他为一声大善人？你们对他存有疑心，本就不该。而石头和尚变本加厉，得寸进尺，先在他面前进行挑拨，然后又对我假意示好，这种两面造谣生事的行为，你说值不值得原谅？师父，我石头师父所作所为，都是出自一片善心，绝对没有半点破坏之意。哼，你师父的所作所为就是真心诚意，而你师丈的行为举止就该遭人猜疑吗？这……好，你既然如此偏袒石头和尚，我跟你之间已无话可说。师父，我们师徒缘分已尽，从此以后不要再以师徒二人相称，你们请便吧。师父。看来张万里不但是工于心计，而且巧言善辩。于二娘被他言语所蒙蔽，这也是难以避免的。师父，我们是不是真的心存成见，所以误会了师丈呢？依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应该不会错才对。你想想看，倘若张万里不是个城府极深的人，又怎么能够领导这么一个杀手组织呢？可是师父一心认定师丈是幕后元凶，所以就一直朝这个方面想。我担心事实并非如此，恐怕会让真凶逍遥法外，而且还会伤了彼此的情谊。阿舍，你说的不无道理。不过换一个方向来看呢，倘若张万里不是个假冒伪善的人，那他想必是胸襟广阔、气度非凡，不会加以计较的。更何况他明知道我们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惩奸除恶，纵使有得罪之处，他也会谅解的。或许我师丈心胸宽大，可是于师父却未必如此。别烦恼，等到真相大白之后，我陪着你一块负荆请罪，你于师父会原谅你的。这样岂不是太委屈师父了吗？既然我得罪了他，赔个礼是理所当然的，
又何来委屈之有啊？不过目前一切言之过早，如何让杀手主人让他无所遁形，才是当务之急呀。师父，您认为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做？于二娘既然已经下了逐客令，我们不能赖着不走啊。不过临走之前，还得跟张万里见上一面才好。师父认为真的有此必要吗？你看完标书上说的，自然就知道。莫再多管闲事，否则阿德小命休也。师父，这该怎么办呢？听命行事，离开临汾呢。可是，如果我们受此胁迫，那么阿德不就永远落入贼人手中了吗？这正是我要去见张万里的原因。我要让他知道，我们接受他的威胁，回到了长安，这样他就会放松心情，有下一步的行动。而我们由明转暗，暗中观察，相信会有所获的。大师急着赶回长安，想必有燃眉之事。那倒没有，不过在府上叨扰甚久，只怕有所不便。大师不必客气，二娘和阿舍原是师徒，也算是一家人，何来叨扰之说呢？万里，大师既然执意要走，咱们也不好太过强留。反正来日方长，总有相见之日的。夫人说的甚是，日后有缘自会相聚。再说，为了小徒阿德，我们也非走不可。大师言下之意，是不是阿德有事发生？阿德数日之前，不慎落入贼人之手。昨夜石头接到一封标书，要石头莫管闲事，否则就要阿德送命。我与阿舍只好返回长安，以保阿德的平安。如此说来，阿德的处境岂不是相当危险？这该如何是好啊？或许是他命中注定有此一劫，只有听天命了。大师，张某心生一计，只是不知道是不是行得通啊。大善人请说。目前敌暗我明，当然只有听他们摆布意图。倘若我们化明为暗，或许可以扭转情势。大善人的好心，石头心领了。不过只怕弄巧成拙，不但阿德会丧命，连贵府也会遭到波及的。大师此言未免太过见外了。珠宝安良匹夫有责，我张某人岂有坐视不管之理？再说，二娘也深受其害，急于追查真凶，洗刷清白。大家同心协力，更加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。万里，同心协力固然最好，但以目前的局势，还是分头行动比较合适，以免让贼人发现我们联手，会对阿德不利耶。大善人，石头赞成夫人的说法，还是以阿德性命为主，以免稍有闪失，后悔莫及呀。既然大师心意已决，张某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那石头就告辞了。大师一路小心。其实，是我故意让他们走的。你为什么这么做呢？因为我不愿让他们再破坏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。二娘，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。只有我们行得正，坐得端，又何必在乎他人的想法呢？再说，大师他的所作所为，完全出于一片除恶之心。就算他对我们有所怀疑，我们也不该有怪罪之意呀。我知道你气度洪亮，有容人之心，我可做不到。而且现在大家彼此各行其事，或许对大家都有好处。二娘，你我夫妻恩爱情深，任谁也破坏不了的。你放心好了。江阳，属下在。你立刻赶到长安去，看看石头和尚的师徒是不是真的回到苦竹精舍了。是。主爷，主人有何吩咐？从现在开始，除了你之外，不准有任何人接近阿德，而且要严加看守，一定要他好好的活着。
因为它是我们对付石头和尚最好的武器。是。志峰，属下在。从明天起，你到张万里家附近去查看地形，有任何发现，每夜3更向我回报。是。我先走了，你们分别执行任务去吧。师傅，倘若师丈他真的是杀手主人的话，知道我们没有回苦竹精舍，会不会杀了阿德啊？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设法查出师傅的下落，然后再以阿德逼师傅就范。若是查不出来，又该如何呢？我就会用计逼师傅现身。对，我就要等他采取行动，如此一来才有线索可循，否则我们岂不是海底捞针，根本找不到他们吗？那就好。你也别太乐观了，对方并非泛泛之辈，说不定会有什么出人意料的举动。尤其如果真是张万里的话，那就更难对付了。他已经在师傅的掌握之中，又有何惧呢？阿舍，在今天的一席谈话当中，虽然你已经对他有了疑心，可是你可曾看出他有什么破绽没有？好像没有哎。你想想看，你已经对他起了疑心，可是仍然不能从他的言谈举止之中发现有什么破绽，由此可见，此人极度狡猾，不容易对付的。不管他如何阴险狡诈，我相信师傅都能够治得住他。你也太抬举师傅了，这回恐怕让你失望了。对于师傅的行事作风，我一向深具信心。如果师傅没有应对之策，绝对不会贸然行事。好啊，看来你已经吃定师傅了，难怪做事这么莽撞，从来不肯花脑筋。师傅，阿舍，虽然只是玩笑一句，但是离事实也不远。你就是对于师傅太过依赖了，所以遇到事情欠缺思考，这样下去你会吃亏的。阿舍知错，日后一定会小心谨慎，沉着应变的。希望你能够谨记在心才好。师傅放心。从明日起，你要严密监视张万里的一举一动，一有消息不可以单独行动，立刻回报再做决定。是，我一定不会再犯错的。嗯。如月，师傅，这是师傅送给你的衣服，打开来看看，喜不喜欢？是。哇，好漂亮！谢谢师傅。女孩子总是要打扮的，尤其是你现在更需要。为什么？因为从明天开始，你即将成为一名真正的杀手。师傅的意思是说，我已经可以下山了？是的。太好了，我总算能够为师傅效命了。如月，你真的希望为师傅效命吗？当然是真的。这10几年来，我每天勤练武功，等的就是这一天。我总算没有白疼你。不过，我必须要事先提醒你，作为一名杀手，要绝对服从命令，只能知道执行什么任务，不能多问原因。违命者死，你做得到吗？师傅放心，竹月这条命本来就是师傅所救的，而且10几年来，师傅对我的疼爱，如同父亲一般，我宁可死，也不会背叛师傅的。好，我知道你一定做得到的。另外，永远要记住一件事：作为一名杀手，
绝对要无情。杀手一旦有情，就得死。逐月谨记在心。我希望你永远记住今天对我的承诺。逐月绝对不会忘记的。主人，你曾经说过，杀手一定要无情。可是如今，我却有情，已经没有资格再做一名杀手。所以，请你原谅我。竹月姑娘，抱歉，让你受惊了。竹月姑娘深夜来此，不知有何贵干。阿德，我知道你为了落日，连死都不怕。不过我想问你，如果让你忍受相思之苦，来换取落日的自由，你愿不愿意？我愿意。你真的毫不考虑就答应了？只要落日不再因我受制于人，彻底的摆脱杀手组织，再大的痛苦我都愿意忍受。你可知道，漫长的相思之苦，比死还难受。反正我已经岁月无多，能够相思的日子也不会很长，总比让落日受那种折磨要好得多。况且，正如你所说，能够给他留下一个永恒的回忆，是件最有意义的事情。好，我带你走。竹月姑娘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想通了，与其让我们3个人一起痛苦，还不如成全落日一人。如此一来，虽然无法减轻心中之痛，至少可以活命。毕竟你我2人都舍不得看着落日颓废丧志，日渐憔悴，而且在痛苦之中等待死在别人剑下。但是如此一来，你怎么向你的主人交代呢？主人今夜下令，要我专心看守你，不准任何人与你接触，而且要你好好的活着。我带你隐居山林，从此不问世事。不但你会活得很好，保证绝对不会有人找到你。这样一来，你就没有违背主人的命令，也不算忘恩负义、背叛组织了。你觉得这个办法好吗？太好了，简直是面面俱到。竹月姑娘，自从我认识你以来，从来没有见到你笑得这样开心过。没想到你笑起来竟会这样美。快走吧，再迟就来不及了。哎，好。好心的姑娘，你引我进巷道有何目的？你认为呢？难道姑娘知道我身无分文，想施舍我些银两，让我饱餐一顿？你现在又不是乞丐，就算我有心施舍也难。不过如果你缺银两的话，倒可以拿样东西来交换。哼，我一贫如洗，姑娘如果不嫌弃的话，随时可以来取。你的命对我而言一无所用，更何况我还欠你一条人命，等我欠债还清再谈也不迟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有什么东西能引起姑娘的兴趣？阿德。阿德喜欢的是落日，你应该找落日才对啊。
怎么会找上我呢？如果落日知道阿德被禁在哪里，他就不会受制于人。这个道理你再笨也不会不知道吧？倘若我也不知道，姑娘会怎么样呢？除了相信之外，我也别无他法。姑娘的武功远胜过我，只要以武取胜，逼我就范，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？我不是说过，在我还没有还你一条命之前，我绝对不会跟你动手的。如此说来，我可得好好把握，不让姑娘有报恩的机会，以免以后兵刃相见，连朋友都做不成了。这倒未必，只要你愿意改邪归正，我们一样可以做很好的朋友啊。但愿如此。虽然我们相交甚浅，不过我觉得你有心向善，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试试看呢？如果我能随心所欲的话，又怎么会当杀手呢？你有能力为自己而活的，只是看你自己愿不愿意而已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姑娘不要再劝我了。如果没有其他的事，我先告辞了。哎，朋友，我叫阿舍，那你呢？追风。主人，我已去过长安，苦竹精舍空无一人，药铺也大门深锁，证明师徒并没有离开灵坟。哼哼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他们想化明为暗，我却偏偏要他们现形，看他们还有什么花样。主人有何计策？不妨再观察个2天再说。只要阿德在我手中，石头和尚岂敢轻举妄动？主人，刚才我回来的时候，发现竹月和阿德并没有在密室，是不是主人另有安排？什么？阿德不在密室？难道不是主人命令竹月带他走的吗？哼！连竹月都敢出卖我！主人，现在该如何是好？这件事还有谁知道？落日追风还在茅屋喝酒，应该不会知道这件事才对，否则落日早就逃之夭夭了。哼！一试之下便可以知道真相。主人准备如何施法？你去通知追风落日，今夜3更执行任务。倘若他们违命不遵，就代表已有2心。对象是谁？灵坟大善人张万里。主人，应该由谁去执行？你们3个一起去。真奇怪，一直以来我们都是单独行动，为什么对付张万里就有所例外呢？或许主人担心张万里的武艺高强，仅凭1人之力难以为敌，所以才会让我们3个人联手。据我所知，张万里善名远播，就算他的夫人于二娘曾经做过飞贼，也不会是位厉害的人物。你看他会是我们的对手吗？以我的看法，我肯定可以在10招之内取他的性命。既然不足为惧，又何须劳师动众呢？算了，我们不必多加推测。主人有这样的安排，一定有其用意。落日说的对，我们只要依命行事就好，没有必要过问太多。除非你想违抗主人的命令。向阳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自己心里有数，又何必我明说呢？我警告你，你如果再敢如此嚣张跋扈，小心我不念同门之情。我知道你的武功比我高，但是你高得过主人吗？你，哎，你喝多了，少说2句吧。哎，向阳，你先走，3更时分，在张家门外集合。我一定准时到。落日，你为什么阻止我教训这个小子？我怕主人追究下来，会对你不利啊。此话怎讲？难道你没有发现他的态度与往日不同吗？有何不同？似乎有点恃宠而骄。他胆敢如此，肯定与主人有关。我想，或许主人对你我、竹月3人已经不再信任。也许正如你所说，不然也不会让我们一起行动。哦，凭向阳的武功，也配监视我们？所以他才会说，你的武功会比主人高吗？弦外之音，就已经有恐吓的用意了。想不到我们为主人卖命，竟落得如此下场。
不仅如此，主人甚至有意要我们去送礼。如此一来，线索全断，他就可以高枕无忧，从此没有人认得他的身份。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你想想看吧，主人非常清楚于二娘与阿舍的关系，这就是他嫁祸给于二娘的理由。我们3人诛杀了张万里，那么阿舍还有石头和尚，岂能袖手旁观？主人并不知道他们在临汾。向阳去过长安一趟，主人焉有不知之理？落日，还是你机智沉稳。要不是你给向阳气昏了头，怎么会想不到这些事情？依你之见，应该如何是好？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这种做法岂不是很愚蠢？你还有别的选择吗？死我不怕，我是怕以后与阿舍反目成仇，势不两立。追风，你为了阿舍还可选择，但是我为了阿德，却非去不可。万里啊，已经很晚了，该休息了。啊，不急呀，二娘，你先睡吧，我再多看会儿。好吧。有人！大胆匪类，深夜闯入民宅，意欲何为？这还用问？我们是来送你归西的。哼，原来你们就是那群冷血杀手。正是。哼，我正苦于查不出你们的下落，没想到你们自己送上门来。今天我正好趁此机会替天行道。只怕你是大言不惭，很快的就会变成我的剑下亡魂。好狂妄的口气！有本事就尽快使出来！好。是你，你到底还是不肯悔改？事到如今，不用解释，你动手吧。令婿，快走！你们先走。走，别动！快走！阿舍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他们就是多宗灭门血案的杀手，你怎么可以放他们走呢？师父，他们只是受制于人的棋子，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要抓住罪魁祸首，也就是杀手的主人。况且我还欠追风一条人命，所以我不能置他于死地。即使你知恩图报，不能伤害他的性命，至少也可以将他擒住，逼问出杀手组织的秘密所在地，然后也好同心协力，一举攻破啊！师父，我试过很多次，也是问不出个所以然。他们连他们的主人是谁都不知道，抓他有什么用呢？哼，你总是有千万种理由来反驳我。哼，我看在你心目中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师父的存在了。阿舍不敢。哼，有那个石头和尚给你撑腰，你还有什么不敢的？师父，二娘，你也别生气了。此人对阿舍有救命之恩，他手下留情也是理所当然，这怪不得他呀。哎，他们师徒2人几次诬陷于你，你到现在还替他们说话，真是气死我了！师父，二娘，小心，你要撑着点儿，好，撑着点儿。向阳，我给你涂点金疮药吧。不用了，这些药对我已经没有用了。不过，我还是要谢谢你们2位，能够不计前嫌的护我离开险地。你我本是同门，况且身世一样，换作是你，你会弃我不顾吗？何必言谢？落日，这一生之中，我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。我一直嫉妒你，特别受主人的厚爱，
在你背叛组织的时候，我甚至有点幸灾乐祸，以为这样就可以取代你的地位。你说我是不是很傻，很可笑？你只是个孩子，难免得失之心这么重，我不会怪你。那就好，追风，你能够原谅我的傲慢无礼吗？我也是一个傲慢无礼的人，凭什么怪你？我还要让你原谅我才对啊！这么说来，我们谁也不欠谁了。对，我们俩不亏欠。落日，以后你可以自由了。啊，魏主月已经把阿德带走。啊，真的？但是不知了去向。太好了，只要能脱困，我相信总有一天，我一定会找到他。向阳，你先休息会儿，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。我怕再不说就来不及了。你们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挨这一仗？啊，因为我发现张万里的眼睛和主人的一模一样。我已经赔了一整天的不是了，再大的气也应该消了吧？你不要对我不理不睬的好不好？我就是气你个性太过温和善良，总是找理由原谅别人。既然你想做好人，那你就去做好了。我可没有那么大的度量。谁说你没有度量的？我满身的缺点，你还能够容忍至今，光是这份耐心，就已经令人望尘莫及呀。看你平常一副忠厚老实的样子，没想到你也有油腔滑调的时候。能够博妻一笑，什么事我都愿意做。如果真是这样，你不是成了妲己戏诸侯，一笑烽火台的纣王了吗？倘若你真是一笑倾国的妲己，我为何不能当成那纣王呢？如果纣王能够像你这样宅心仁厚，他就不会祸国殃民、遗秀万年了。多谢娘子夸赞呢。我一直呢都以为你是一个道貌岸然之人，直到今天我才看见你的真面目，我真的不知道哪个才是真正的你。二娘，难道你对我还存疑心？嘿，你看你一下子就正经起来，难道你听不出来我是在开玩笑的吗？幸好你是开玩笑，否则我……万里，经过昨夜之事，谁还敢对你存有疑心啊？就算是石头和尚，也不敢再存此心了。二娘，别人作何感想，我并不在乎，只要你能够了解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你放心，我对你的信任坚如金石，永不变心。看来我也太高估张万里了，他这一招釜底抽薪之计，非但没有达到效果，反而加深了我对他的怀疑。师父，如今师丈他也是受害者，为什么师父还对他心存怀疑呢？阿舍，你分析事物往往感情胜于理智，从来不肯追根究底，所以往往被事实的表面所蒙蔽。倘若你肯仔细推敲，你会发现破绽百出。有何破绽？依照你的陈述，事发当时是半夜3更。依据你的判断，张万里和于二娘，他们此时该做些什么事？3更时分，当然是熟睡之际。不错，依照常理推断，必然是如此。这也是落日他们3个人选在此时下手的主要原因。不过，你可曾看见张万里夫妇衣冠不整？这个问题师父问过，他们的确穿戴整齐。就寝之人岂有不宽衣解带之理？就算他们毫无睡意，又是为了什么让他们保持如此清醒呢？
也许他们分别数日，正在倾诉相思之情啊。好，就算如你所言吧。不过据我们所知，落日他们行动杀人，一向是单人行为，为何如此看重张万里，要三人联手呢？可能是他们评估实力之后，觉得无法胜任。况且又有我师父从旁协助，三人联手并不足为奇呀。于二娘回府之后可曾外出？没有。那么除了张万里之外，还有谁知道他留在府中？这就算是落日他们暗中观察得知，可见他们出入自如。那为何在下手之际却粗心大意，露出马脚呢？再者，师傅的武功尚且没有察觉他们进入张家，那张万里难道武功远超过师傅？否则又如何得知呢？师傅，或许是有凑巧，落日他们三人太过轻敌所致。太多的巧合让人难以置信。说来说去，师傅都不相信师丈是无辜的。因为以眼前的事实来看，的确如此。恐怕于师傅难以接受这种说辞。是非曲直，总有水落石出之日啊。不过，你这回处理事情倒是值得称赞。师傅是说我没有赶尽杀绝，反而放了落日三人一条生路。正是。可是，我于师傅却对我诸多指责。于二娘深受其害，自然希望早日洗刷冤屈。不过，你为了报答追封不杀之恩，也是理所当然了。这个道理，阿舍十分明白，只怕经此一事，师徒之情更加决裂，难以弥补。只要你问心无愧就好，何况得失之间又如何能做到面面俱到呢？阿舍多谢师父开导。不过你能够不执迷于情关，也不枉费师父一番苦心了。阿舍谨遵师父的教诲。很好，那我们一起前往张家道歉，让张万里误以为奸计得逞，一旦他放松戒心有所动作，就是将他们一举成擒的机会。大师登门谢罪，张某愧不敢当啊。石头日前为了无辜受害之人冒犯了尊驾，自认为问心无愧，所以理直气壮。如今误会兵士，为了弥补前过，负荆请罪也是理所当然呐。大师的精神实在令人佩服。师父，阿舍多次无理顶撞，罪不可赦，请师父教训。哎，阿舍，你一心维护正义，错不在你，我怎么能够责怪于你呢？只要你对我们夫妻二人不再存有疑心就好了。阿舍不敢。大家能够尽释前嫌，和好如初，不再互相猜疑，这岂不是皆大欢喜吗？这全拜大善人心胸宽广所赐。大师为民除害，任劳任怨，才属难能可贵。大师如此夸赞，张某甚感汗颜呐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大家谁都不要再客套了。哎，二娘啊，趁着今天大家都在兴头上，干脆由你亲自下厨，做几样可口的小菜，一家人乐呵乐呵。也好啊，那我先立刻去厨房准备一下。不敢有劳夫人亲自下厨。哎，都是一家人了，你又何必见外呢？师父，我也去帮忙。好啊。他们师徒二人能够重修旧好，确实值得庆贺一番呢。唉，大师为何长叹？难道是张某言之有错？大善人误会了，石头只是触景伤情，在为阿德的安危担心而已。唉，张某一时兴奋，竟然忘了阿德还在贼人之手，真是罪过。多谢大善人关心。所谓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阿德能不能逃过此劫，全看他的造化如何。我们也只有尽人事而听天命了。大师明察暗访多日，难道毫无线索？眼前只知道杀手之中有追风、竹月、落日、向阳4个人，除此之外，
一无所获。大师总不会就此束手无策了吧？倘若那杀手主人将他们4人消灭掉，那么等于线索全断。要想再找到他，有如大海捞针，机会渺茫。就算石头有孔明之志，也一无所用了。我就不相信你们能逃出我的手掌心。追风，向阳刚才说主人就是张万里，你有何意见？倘若果真如此的话，证明你的猜测没错。这一次的任务，他是想将我们一举消灭，遁形无踪，用心之狠，令人可恨。主人一向心狠手辣，就算为了保护自己而牺牲我们，一点都不稀奇。枉费我们为他卖命这么多年，全心全意的效忠于他，就是为了报答他的养育之恩。没想到，在他的心目当中，我们连一条狗都不如。如今想起来，真是过于愚笨，实在心中不甘。我们如今还是言之过早，向阳也只是怀疑而已。我们一定要找到证据，证明张万里就是主人，才不失为上策。干脆我们去找张万里问清楚，岂不是更直截了当？我们好不容易才逃出虎口，为什么要逞匹夫之勇呢？反正迟早要死，倒不如死得明明白白的。杀手就像风中的残烛，什么时候要死，谁都不知道。我从第一次出任务开始，就准备去死。你什么时候见过白发苍苍的杀手了？也许你会认为我是无情无义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也不会认同你的说法。我为了阿德背叛了组织，是我先负主人。就算主人要杀我，我也无话可说。但是你跟向阳不一样，你们对主人一向忠贞不二，除非主人要你们白白送死，否则主人有养育之恩，怎可有负于主人？你大概太不了解我了。我不负人，人也不能负我。就算主人负我，我也要同归于尽，讨回公道。你也太过偏激了，这都是主人调教出来的。如果我个性温和，条理分明，又怎么会取名叫追风呢？真相还没大白之前，我希望你不要这么冲动，因为我不希望失去你这个好朋友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绝对不会鲁莽行事。毕竟，我只有你这个朋友，我不想让你为我担心。好兄弟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共同进退，生死同命。好了，夜深了，我们早点休息吧。明天一早一起行动。好。哎，向阳为什么会不告而别呢？他也许没有死心，回去找主人对质。我也这么认为。此地不宜久留，赶快走。好。向阳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主人，我回来的目的是想为了证明一件事。你想证明什么？证明主人是不是为了洗刷嫌疑，而要我们白白的去送死？你认为呢？主人，向阳是你一手养大成人，在我心目中有如父亲一般。无论你是怎么对我，我都不会有任何的怨言，效忠之心永远不变，只求能够知道真相，绝对没有其他想法。如果我真的是张万里，你也会继续对我效忠？若有二心，愿意立刻死在主人面前。好。
现在你作何感想？主人诚心以待，襄阳誓死效忠。很好，这才像我的儿子。襄阳受宠若惊，你当之无愧。现在，不妨让我跟你实话实说。我要你们3个人前去刺杀我，是想洗脱嫌疑，但却没有打算让你们去送死。但是，阿舍的出现，却是我始料未及。为了不露出破绽，我只好忍痛伤了你。但我并未使用全力，这才保住了你一条性命。你可知道，伤在你身，痛在我心呢？要不是逼不得已，我怎么忍心伤你呢？主人，襄阳明白您对我的爱护之心。其实，只要能够保护主人的安全，就算内长让我丧命，我也心甘情愿。襄阳，我的好孩子。你又在等着欣赏落日余晖吗？可惜，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有人说刹那是永恒，永远握在手里的东西，有时候不懂得去珍惜，也会容易变质的。倘若相互珍惜，就一定会直到永远吗？阿德，你是不是在恨我？我怎么会恨你呢？因为我拆散了你和落日，使得你们两地相思。至少，你已经给了我希望。也许有朝一日，我们还会再相聚。你这句话，可是出于真心。竹月姑娘，只要人活在世上，就一定会有希望。倘若化为尘土，才是真正绝望的时候。这倒不一定。有些人活着，只不过是为了等待死亡，根本毫无希望可言。可是，希望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。如果你自己放弃，那任谁也无法帮你。好像姑娘，你取名竹月，就该尽力追逐，而不是自我放逐。只有悟透了这一点，你才不会如此颓丧。阿德，你我相处几日，几乎无话不谈。除了追风之外，你成为我最知心的朋友。倘若我真的放手去追逐，岂不容你不得？因为只要有你在，我的任何努力完全于事无补。竹月姑娘，你也未免太过执着。你既不是为落日而生，又因何为他而死呢？难道除了落日之外，就没有别的事物值得你追逐吗？再说，世间男子又非只是落日一人而已。只要你细心留意，就一定会找到知心人的。你劝我不要太过执着，你呢？为什么甘心为他而死，不愿另觅对象呢？姑娘既有此一问，我也就坦言告知。如有得罪之处，还请姑娘原谅。放心，只要你言之有理，我不会介意的。首先，我与落日两情相悦，彼此做任何牺牲都是有代价的。而姑娘虽然对落日情有独钟，可落日却已心有所属。你们注定有缘无分，
果姑娘以同样之心对其他男子，岂不会结局圆满，归宿有依吗？可惜在我身边，除了落日之外，再也没有值得依顾的男子。缘分一事是不能强求的。好像我跟落日，如果我不是去谋平出诊，我们可能连今生今世都无缘得见。所以，只要你不要那么固执，抱着随缘之心，就一定会有结果的。我检查过你的伤势，并无大碍，相信很快就可以复原的。多谢主人关心。向阳，从今以后，你我就以父子相称，你叫我义父就好了。向阳叩见义父。小心你的伤，别耗了元气。你好好休息，明日我再来为你上药。多谢义父。嗯。是你们两个。向阳，刚才我看见主人离开，想必是他为你换的伤药。多亏义父关心，否则我可能熬不到现在。哼，恭喜你，因祸得福，认主人为义父。谢谢。我想知道，在凉亭中你为什么悄悄离去？因为我有事向主人求证。结果如何？当然是一场误会，否则主人怎么收我为义子呢？以主人的个性，怎么可能让你直截了当的直问？那是你对义父存有偏见。其实他一向视我们如子，平时管教严厉，只是望子成龙而已。还有，是你亲口所说，张万里神似主人，他让我们去送死，你怎么说？这些事我已经询问过主人，我已经完全释怀。你们呢？是不是和我一样，以后继续听命于主人？你是如何求证，我们没有亲眼看到，所以不能多加评论。等我们自己调查之后，自然会重回组织。落日，你早有异心，又何必惺惺作态呢？太狂妄了！你别忘了，你这条命谁救回来的？要想讨人情债，那还不容易。命在此，随时可来取。你，追风，多说无益，我们走。哼！真是太可恨了！上次真不应该救他，让他死在张万里剑下，也不会惹来今日之气。这不是可恨，是可怜。他有什么值得同情的地方吗？遭人利用，毫无知觉，认贼作父，还有很多可疑的地方没发现。落日，依你看，他有什么疑点？他重伤之后，曾经悔过，但是见过主人之后，突然又改变，不是可疑吗？很明显，他被主人收买了。所以主人到底是不是张万里，他一定不会告诉我们。不错，即使很有可能，我们也无法证实，因为谁也没有见过他的真面目。那就是说，他见完主人之后，才被收为义子的。那就不得而知了。一切的疑问，不可能从他嘴里说出来的。哎，算了，这个问题先不谈，我们还是应该从长计议，看看如何查明真相。如果你不反对，我想去找石头大师商议一下。这个不太好吧？怎么了？你还在逃避阿舍？这倒不是，只不过此时此刻见面，非常尴尬。你救他一命，他还你一命，各不相欠，还尴尬什么？总之，我现在不想和他见面。这样的答案你满意了吗？哼，好兄弟，那你在前面树林子等我，我自己去。这样的安排你可满意喽？落日，你还是快去吧，哪有那么多废话呀？照你这么说，整个事件似乎已经真相大白，张万里就是杀手主人，已不容置疑。
只可惜没有真凭实据，无法当面揭穿。师傅，如果落日追风愿意当面对质，是不是可以让他无所遁形呢？向阳已经对他产生了怀疑，可是跟他见面之后，却又改变初衷，誓死效忠。由此可见，他言语之间很是犀利，非比寻常。更何况，落日与追风仅只是猜疑而已，又如何能让他俯首认罪呢？这么说来，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吗？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又怎么会无法可治呢？大师有何高见？那张万里善名远播，而且与当地的官府相交甚深。如果没有确实的证据，很难让人信服。眼前最困难的是，所有的刑案都与他有关，可是他没有直接参与，因此毫无线索可循。再加上你没见过他的庐山真面目，又如何指证他呢？主人一向以黑布蒙面，只看到一双眼睛，并没有任何特征。不过我倒是想起另外一件事情，想向大师请教。但说无妨。在我5岁那年，我全家遭屠杀，我母亲把我藏在梁柱的夹缝中，才幸免于难。我永远不会忘记，我从夹缝中偷看行凶之人，在他左背上刺有鹰形图案。不知道大师可曾听说过此人吗？我依稀记得，在20多年前，漠北一带有2名巨盗，经常结伙打家劫舍，号称漠北双鹰，恶名昭彰，令人闻之丧胆。后来经过官府围剿，双双战死。我记得他们的手背之上就有鹰形图案。难道说他们诈死反而潜来中原作案？用诈死来逃避官府的追捕，的确大有可能。如此说，我依然报仇有望。落日，冤冤相报何时能了？就算他2人尚在人世，人海茫茫，你要如何寻找他们？再说，在你这一生当中，有多少人因你而丧命？你又何必再造杀孽？哼！漠北双鹰杀我全家，我若能报仇，也尽了人子之孝。何况以杀止杀，才能诛灭天下恶人。那么那些死在你剑下的亡魂，又该如何找你报仇呢？你就算死1000次，也清偿不了满身的血债。落日，我师父说的没错，你过去的行径跟漠北双鹰又有什么分别？他杀了你全家，你怀恨至今，那些被你杀害的人，你又作何补偿呢？阿德说你大彻大悟，一心向善，所以百般袒护，向我求情。如果你依然放不下心中仇恨，再动屠刀，又怎么对得起阿德呢？落日知错，不应该如此自私。倘若漠北双鹰依然为非作歹，不知悔过，请问大师，我能不能杀？这看来他们一直都没有回精舍，是不是代表落日也没有回到长安呢？我想是的。以常理判断，落日知道你被我带走，一定会脱离主人的控制，立刻赶回苦竹精舍才对。就算他要到天涯海角去找你，也应该先回到这里查看呢。既然你没有当面告知，也许他根本还蒙在鼓里，继续受你家主人差遣。这便是我的疏失。我一直认为，以追风和他的交情，一定不会隐瞒事实。看来，我还是走错了棋。朱月姑娘，在真相还没有弄清楚之前，我看我们还是先不要错怪了追风，恐怕连他也无法得知你我之事呢。这也有可能，主人一定会想尽办法掩盖此事，
不让他人明白真相。倘若果真如此，岂不白费苦心了？这样好了，你留在精舍，我立刻前往灵坟通知落日，让你们早日团圆。竹月姑娘，你能答应让我跟落日长相厮守，我已经非常感动了，又怎能再让你冒着生命危险重返灵坟呢？我既然有心成全，就应该好人做到底，安排你和落日见面。说不定这一路之上，我还能够遇上有缘之人，这才叫做种善因得善果。竹月姑娘，我知道你是怕我担心，所以才会编出这种借口。你的好意，我心领了。谁说只是借口而已？难道你不愿意看到我与人结缘吗？有缘千里来相会，又何必要因此涉险呢？啊，不如我们一起去吧，路上也好有个照应啊。你一点武功也不会，碰上了什么危险，除了拖累我之外，还有何作用啊？你说的没错，我一直就是别人的累赘。阿德，我不是有心刺伤你的，你不要介意啊。没关系啊，其实我早就应该明白这个道理。你再这样自怨自艾，我可要生气了。你不是说过，人活于世，一定有它存在的意义。你悬壶济世，救人无数，怎么会是个累赘呢？你在这里安心等候，我很快就会回来，小心点啊。嗯。大师深谋远虑，设想周到，只是辛苦了你陪我走这段路。我跟我师父四处奔走惯了，走这段路也不算什么，最主要要赶快跟追风会合，回客栈就好了。大师也过于操心了，无论主人怎么神机妙算，也算不到我此时此刻途经此地。小心驶得万年船，多一份准备就多一份安全。倘若你不小心再遇到张万里的话，那岂不是后悔莫及了吗？啊，对了，有件事情，不知道如何启齿。你不知道我的性格，有话就直说，不要吞吞吐吐的。此事涉及私人感情，怕有所不便。你都已经说出口了，就不妨直说吧。好吧，不知道你对追风的印象如何？啊，他是一个值得交往的朋友啊。只是朋友而已吗？落日，难道阿德没有告诉你，我已经心有所属了？看来他只有失望了。其实他对你情有所钟，只是立场敌对，迟迟没有敢开口表达心迹。原本我跟他一起去见大师，他怕见到你双方会尴尬，所以我约了他在前面树林等候。所以你才在这里对我说明一切，就是让我心里有个准备。正是如此。落日，你也未免太多虑了吧？追风他对我有情，就算他对我表白，我也不会给予难堪。更何况，除了谈感情之外，也可以做一个很谈得来的朋友，这样不也是一件好事吗？嗯。哎，这样好了，我先到前面去跟追风说一说，你随后再到，这样他就不会尴尬了。也好。嗯。追风，你不是一向都油嘴滑舌的，
为什么今天变得如此沉静拘谨呢？你觉得是武功，还是舌战，或者两者皆有？没想到你也有认输的一天。你记不记得，你还在街上耍威风呢？情非得已，还请见谅。如果我不原谅呢？反正我已经认输了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这才是我认识的追风嘛！原来你喜欢我万事不恭的样子。我喜欢跟不拘小节、豪放直爽的人做朋友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我什么话都没说，你又怎么会明白呢？有些话不用说就能明白了。跟聪明的人做朋友是最开心的了，不必一再解释，免得连我自己都觉得像个唠叨的老太婆。这么说，你是驻颜有术，返老还童喽？我真不该逗你开心哎，省得你还在嘲笑我。你们能够迷途知返，确实可喜可贺。至于张万里之事，我以为不宜操之过急，以免打草惊蛇，还需要慢慢施加压力，让他现出原形才是上策。落日明白大师是为了我们的安全设想，生怕过于冲动而遭遇不测。请大师放心，我们两个人愿意遵从大师的指示而行动。那最好，你们先去休息吧。等我一有了对策，再请你们二人前来商议。是。师傅，你认为他们两个真的会这么听话，按兵不动吗？暂时应该没什么问题，可是时间一长，只怕他们会耗不住。尤其那个追风，像个脱缰的野马似的，最让人担心。师傅，那该怎么办？倘若他因此而发生意外，那只能算是在劫难逃，任谁也无可奈何。难道就没有解决之道吗？有，只看你愿不愿意去做了。师傅的意思是？所以我才说，一切的关键都在于你。师傅，为了惩奸除恶，阿舍应该万死不辞。只不过我与师傅，他对我已经有了成见了。阿舍，我知道，你跟于二娘之间的嫌隙方才补平。如果此时要你去做试探，的确有些强人所难。毕竟于二娘有恩于你，而你要对付的又是张万里，夫妻之情，毕竟远胜于师徒。倘若让你为难的话，师父也不勉强你。师父能不能先说明原因，阿舍再做决定？你还记得落日提及漠北双鹰之事吗？难道师父怀疑这跟师丈有关？不错，漠北双鹰贪财好物，无恶不作，而杀手组织下手的对象，又都是些士绅富商，并非武学世家，可见他们的目的同样是为了财，两者目的相同，手法相近，因此我怀疑那张万里极有可能就是当年诈死逃亡的漠北双鹰之一。可是我去问于师傅，他也绝对不会告诉我的。那也未必，只要用迂回的方法，一样可以收效。如何迂回呢？目前我们只要确定那张万里的左背之上是否有个鹰形图案，就知道他与漠北双鹰是否有关。那于二娘与他夫妻多年，对他身上有什么特征，自然十分清楚。至于他愿不愿意说，就在于他自己了。阿舍啊，现在你我师徒已经没有了心病，你跟石头大师是不是能够搬回府中来住呢？客栈尤其有诸多不便，特别呢是饮食粗糙，我不知道你意下如何。阿舍，你是不是对师父仍然心存芥蒂呀？师父，请不要多心，只要师父不再怪阿舍，我就心满意足了，
又怎么会对师父心存芥蒂呢？阿舍，如今呢已事过境迁，这件事你我休要再提，以免有伤咱们师徒和气啊。是，师父。阿舍啊，如今阿德还没有脱离魔掌，你们怎么能安心返回长安呢？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虽然目前我们已经掌握住一些线索，可是还是没有办法查出真相。我久居临汾，对地方人士略为熟悉，或许呢说给我听，我能有所发现也说不定。不知道师父有没有听过漠北双鹰这个名字？这个名字倒是陌生的很。据说在20年前，漠北双鹰横行塞外，犯下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惨案，后来又被官府弃捕，死于乱箭之下。又有人说他们是潜伏在中原，卷土重来，谣言纷纷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不过最近几宗灭门血案，都跟他们俩的行事作风相当雷同，难免会引起人家的联想。你确信他们是久居临汾吗？会不会只是路过而已呢？应该不是。据举报之人描述，此人对临汾地形相当熟悉，应该是属于常居此地之人。这就怪了，我与当地的富豪士绅几乎都有过来往啊，他们多数都不像练武之人，除非他们善于伪装，深藏不露，否则我自信是可以看出端倪的。师父，你仔细想想看，会不会是你有所忽略呢？阿舍，你忘了师父的老本行了。对于我的这双眼睛，我绝对深具信心。对了，据说漠北双鹰的身上刺有图形，极易分辨。是什么样的图形？在左背之上有鹰形的图案。于二娘怎么表示？她坚称师丈无此特征。你认为她说的是真话？这一点我也不敢断定。不过当我提起漠北双鹰的时候，她质表关切，而且问话诚恳；当我提起鹰形图案的时候，她又言辞闪烁，魂不守舍。从于二娘的反应看来，她必然知道此人，就算不是张万里，也必然与他有关。夜深了，该睡了。哎，二娘，你是不是有心事啊？万里，你曾经说过，夫妻之间不应该有什么秘密。你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哎，二娘，这好端端的，你怎么会突然有此一问呢？是不是又有什么人在你面前编排了我的是非？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。我只希望你老老实实的回答我。当然没有，你我夫妻恩爱情长，我怎么可能对你有欺瞒之心呢？那我问你，你左背上的老鹰图形，到底有什么特殊意义？你说呀！我不是跟你解释过，这是儿时贪玩留下的记号。要说有什么意义，只不过是在抚摸它之时，能够勾起童年的回忆而已。你有一位兄弟，也跟你有着同样的记号吧？我自幼与父母失散，从此孤独一人，何来兄弟之说啊？既然你孤苦伶仃，必然没有祖产，那么你因何发迹，成为富甲一方的张大善人呢？自然是凭我一双手一点一滴的累积而成啊，所以我才能够体会贫穷之苦，愿意行善于人，
你该不会是因为良心有愧，以此赎罪吧？我有何罪可赎？见财起意，滥杀无辜。你，原来你一直还对我存有疑心。要不是阿舍提醒我，直到现在我还对你深信不疑，甚至会当一辈子睁眼瞎子。哎，你明明知道阿舍对我几度诬陷，怎么还会相信他的挑拨之言？张万里，你到底准备欺瞒我多久啊？既然你相信阿舍所言，我也莫可奈何。反正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我也不必多做解释。事实摆在眼前，你当然无法解释。漠北双鹰，左背之上皆有记号，你还如何抵赖得了呢？我念及咱们夫妻之情，百般袒护于你，原本希望你主动说明一切，所以才会对你多加暗示。没想到你对我毫无信任，竟然狡辩不承认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啊，二娘，我错了。你现在认错又有什么用？你已经伤到我的心了。二娘，你可知道，我不肯对你吐露实情，并不是存心隐瞒，而是害怕你会因此离我而去，更不忍见你伤心。张万里，事到如今，你还用花言巧语来欺骗我？倘若此时此刻，我再对你有任何欺瞒，愿意立刻五雷轰顶，今世永不得超生。你作恶多端，十恶不赦，要想轮回转世，恐怕再也无望了。就算来世沦为猪狗畜生，我对你的情谊也永远不会更改。哼，你认为我还会再相信你的话吗？不管你信或不信，我还是要说。你记不记得那一次在旧祠堂聚会时，我发现来人是你。虽然议长将你急婚，却未用权力。要是我对你毫无夫妻之情，必定会痛下杀手。你又岂能存活至今？虽然当时我只能看见你的背影，但夫妻多年，我又怎能认不出来呢？只不过我是不肯接受这个事实罢了，所以我才接受你的说辞。其实我只是自己在欺骗自己。你知不知道这些天我是怎么过的？二娘，每次当你对我虚情假意的时候，我的心就有如刀割。但是我为了怕你疑心，我还必须强颜欢笑。甚至有几次我从梦中哭醒，可我还强咬着牙，我不敢发出任何声音，就是不想让你发现我的心事。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，我这么做到底值不值得？我一次又一次地衷心祈祷，希望你早日能够对我表白。结果我一天又一天的失望，你就是永远不给我原谅你的机会。二娘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。你不觉得这句话说得太迟了吗？如今石头和尚已经发现你就是杀手的主人，甚至还是苟存于世的巨盗，他怎么能放得过你呢？你要干什么？
我要以死向你谢罪。你亏欠的何止我一个人？你不必为我死。天下之大，与我何干？纵然我满身罪恶，也无所惧。对我而言，我只在乎你。我自行了断，你就可以保全名声，以免日后遭人唾骂。这是如今我唯一能替你做的事，也算弥补我这一生对你的亏欠。万里，二娘，二娘，你这是何苦呢？万里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在大难临头之际，我又怎能弃你于不顾，而展翅高飞呢？但是，倘若我不死，恐怕会害你受累。我心中只有你一人，我又怎会在乎他人呢？二娘，你现在能够及时醒悟，还不算太迟。阿舍虽然提及漠北双鹰之事，可我却装作全然不知。只要你从现在开始改过自新，不要再犯，石头师傅不管如何怀疑，也无法取得证据。如此一来，谁也奈何不了你。二娘，我实在不值得你这么做，这样太委屈你了。为了保你活命，我无论忍受再大的委屈，也是心甘情愿的。不过，你一定要答应我，从今以后，绝对不要再做伤天害理的事，否则，我至死都不会再原谅你了。二娘，我发誓，今生今世，我绝对不会再辜负你了。万里，二娘。落日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想你？多么希望你会早一点回来。落日，你又在想阿德了？那你呢？喝了一整个晚上的闷酒，又是为了什么？朋友。哼，你在怪我把你的心事告诉阿舍吗？我知道你一向对我好，有心撮合，我怎么会怪你呢？只不过有时候把话说明了，反而不是一件好事。否则，我至少还存有一线希望。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爽朗豁达的人，真没想到你为了一个情字这么执着。自古以来，情关最难逃。我一向无情，只懂得杀人，可一旦有了情，更加难以看破。我看你我二人今生注定都会为情所困吧。我想知道，你将我的心事告诉阿舍之后，他作何表示？他只是说早已心有所属了，但是也能看得出来，他非常在乎与你之间的友谊哦。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只想跟我做朋友？难道我身上就没有其他的优点了吗？你的确是个好朋友，我相信将来你一定会找到一个比阿舍更好的女子。这些话就像你安慰竹月如出一辙，所以我特别同情竹月，她简直就像是我的一面镜子。唉，有时候去爱一个人，不一定要占有的。两情相悦固然是令人羡慕，但是如果能够默默的守候，也是一种幸福。就像我和阿德，虽然真情相爱，却爱得那么痛苦，两者之间
很难分辨什么是不幸。我宁可选择痛苦的相爱，也不愿意伤心的守候。毕竟为情而苦，再大的痛也是一种幸福的享受。倘若你真是执迷不悔，我相信皇天不负苦心人，总有一天，阿舍会被你那份无怨无悔的爱所感动的。主愿为你牺牲一切，或许会令你感动，但是你会为他改变吗？落日，竹月，原来你们没有在一起，我还以为你和落日已经比翼双飞了呢。你再敢胡言乱语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你对落日有情，早就是众所皆知的事了，你又何必恼羞成怒呢？我不屑与你一般见识。站住！你凭什么命令我？凭我是主人的义子，而你却是组织的叛徒。谁说我背叛了组织？我。